然后说一下我们门洞的一个尺寸限制门洞开放尺寸的话，它是最大可以开到宽度700到1米然后高度是1.9米到2.7米这个低的深度95到350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开放尺寸的。那可能会有小伙伴来问，为什么有些型号为什么没有开放到那么大只开放到2米多为什么？它是因为它软件有分标准款跟非标款的如果说是标准款的话，它最大尺寸高度只开放到2.1米宽度最大开放到900所以说注意一下型号的一个标用然后门洞取值这里大家去了解一下宽度的话，我们要去门外口跟内口都要去多点测量去取3点，然后取的是最小值为我们门洞的一个最小为我们门洞的宽度。然后深度方向也是左右两边门朵的一个深度也测量一下也是测量3点取最大值，这个位置取最大值。然后高度方向门内外外口内口也是测量3个点最少，然后取最小值为我们门洞高度然后我们宽度这个宽度差不建议大家超过5个毫因为这里是因为一个安装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先装门先装门如果说我们的误差太大，因为左右两边还有墙板的嘛如果说我们这个门师傅装的时候没注意到可能我误差偏太大了，可能是我门靠这边装了会导致这边的墙板贴不了墙或者说缝隙大了，或者说缝隙小或者说小了，缝隙变大了。或者说尺寸大了塞不进的情况都会出现，所以说建议大家我们这一个误差值不要超过5个毫然后如果说现场已经装了门的需要我们客户把门自己拆，我们是没有这种公司没有这种服务的没有这种服务就看自己店面有没有这种服务了这个的话就看但工厂这边是没有这种服务不可以没有办法帮他拆，要的客户自己把它拆了，并且要修复好门洞自己去找平就方正一点不要误差这么大，就是刚刚说不要超过5个毫再最好我们就去复尺那回到这个点的话，我们刚刚说的比较常问的一些点就是门板它是改不了外开的它是内开的。那如果说有防门的这种情况下要是客户自己去把它打掉了自己修整好门洞两款合页之间区别就是有一款自闭合页的话，它就会有一个缓冲，就是自动关闭的一个效果当我们单孔锁搭配的时候，记得用回这个自闭合页然后单孔锁刚刚说了要配合我们这一个自闭合页，然后单孔锁正面是没有我们这一个锁孔的然后门的左右墙板是不能去换成一个隔山板的因为它是要做切角的是一个外切的产品所以说这里是不可以去做我们的隔山板OK，那也是今天的内容是到这里，然后我们也简单的去说一下这一个巩固的一个练习巩固的练习我们来看一下这种方案这种方案，这是由我们的圆弧的一个产品圆弧的一个背景墙那个产品搭配我们这种18的这种背景墙这样去组合这种去组合会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啊啊，刚刚说的我们18护墙板它是没有铝材的啊。它是没有上下铝材的而这个的话，它上下有铝材的。当我们去上去组合搭配的时候这个效果O 不 OK一个是一边有铝材，顶底有收口的一个是没有的然后板芯的高度板材的高度也不一样这个能不能接受看客户能不能接受。如果说不能接受的话，那只能去通过我们软件刚操作一遍，就是把这一个东西设置为一个正确的尺寸，然后把收口删掉然后最后备注一下这个东西是不要顶底收口的，总高度要多少的备注清楚就 OK 了。然后这里的话也是之前有小伙伴来问的就是说问一面墙能不能同时来做2扇隐形门这里的话是不能的不能为什么不能呢？就是这个也是问过研发，研发说给的答案是不能的因为这个门是先装的现在装了门，因为它的安装方法都是卡槽铝材这样的拼接的嘛拼接这样先装门，当这个位置先装好门的话，我装着装着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是会出现一个两个板这个板这个位置这个板不好装这个板另外这个边的话，这个板也不好装装不进了如果说要装进去的话，可能这个缝就会很大这个缝就要预留一个缝隙出来不然呢我这个板跟我这个
板之间卡起来就有问题了啊，它就塞不进去啊，这样的话会出现这个缝就会有点大啊，如果不留缝，那可能就装不了啊，所以说这里的话就是当我们一扇墙里面能不能同时做2扇隐形门的话，研发给的答案是不可以的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问题。那今天的内容也是到这里。